你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吗？最后一位出生于19世纪，活到了21世纪的老人艾玛·莫拉诺已经去世了，享年117岁。如今世界上寿命最长的老人姆巴戈多也在146岁的时候逝世。那么我们到底能活到多少岁呢？科学家们根据人类平均寿命增长趋势判断，世界上第一个能活到150岁的人已经出生了，可能就是今天正在观看视频的你哦。也有科学家说，未来人类也许能永生，这是真的吗？今天老黑就来给大家揭晓问题的答案。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，人类就在地球上诞生了，光是中国现在知道的历史就有上下5000年，而人类能活多久却一直是一个难以预估的数字。然而人活多久才算长，这从古至今的答案都不一样。大家熟知的唐代大诗人杜甫曾在诗中写晚年破偷生，还家少欢去。可是这个时候杜甫才36岁，就已经说自己是晚年了。苏轼也曾说过一句老夫聊发少年狂，然而当时苏轼才38岁就自称老夫了。其实这是因为古人的寿命都不长，一般也就30-40岁左右。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的进步，人的寿命是越来越长了。现在的人活到60-70岁都是轻轻松松的事。那么怎么知道自己能活多久呢？其实如果你出生在近现代几十年且在发达国家，那么你的预估寿命是80岁。当然这是在你人生中没有重大疾病事故，或者也没有延缓衰老的办法的前提下。但想要预测出自己的准确寿命，现在没有科学手段可以做到。不过据说有科学家说未来人类能实现永生，这是真的。你想活到多少岁呢？我真的很想再活500年。美国一位富豪曾逆天改命，为了不死将自己冷冻50年。现在的他怎么样了呢？1967年，美国富豪贝德福被医生告知胃癌晚期，情况非常不乐观，自己的富豪生活还没过够就要死了。贝德福非常不甘心，于是他提出了一个惊人的想法，他想将自己冷冻起来，等到未来医学水平发达的时候再复活自己，这样自己就能重获永生了。于是他投入了大量资金，开展了一个复活项目，将自己的冷冻时间定在了50年后，也就是2017年复活。就这样，他被包得像冰棍一样冻进了冰柜。终于到了2017年，按理说贝德福可以解冻了，
可是医生们发现，由于冷冻时间太长，贝德福已经是一个脑死亡的状态了。也就是说，解冻之后他能活也活不了多久，医生们也不敢贸然解冻。所以到现在，这位美国富豪还在冰柜里当人体冰棍。虽然冷冻确实能减缓细胞的代谢，但现在看来并不能延长寿命。于是又有人想出了法子，替换器官和大脑，或者像科幻电影里那样思维上传，能否实现永生呢？替换器官大家都了解，思维上传说的就是将人的记忆思维传到一种特定的电脑中，这样实现的是另一种模式的永生。事实是这两种永生方式都是不可行的，甚至仔细想想会有点头皮发麻，因为器官、四肢、心脏这些是可以替换的，那么大脑能替换吗？大脑是人体最重要的器官，有了大脑才有一个人的个性特点，换掉大脑之后，你还是你吗？同样，思维上传到电脑中之后，生活在电子设备中的你还是你吗？所以说，这些方法都不能实现永生。现在人类也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实现永生，但是永生也并不一定是件好事。在有限的生命里活得有价值，活得快乐才是最重要的。对此，你有什么想说的？又有什么独到的见解呢？欢迎留言与大家一起讨论。